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早漏。1月26号，星期四，今天是早训练。为什么是今天呢？因为昨天有刮风下雨，我们又推迟了一天。按说今天应该是321。看大河原先生第一个到达，早上好。累不累？不累。哦，我这次特别累。你是这个 nice run 啊？我是慢跑。也没有。下周有琵琶湖马拉松。琵琶湖马拉松。琵琶湖马拉松温度低的话，还可以。气温的问题很大。对，确实太热了。对。啊，不就干啥？我来头。哪天撤退？今天走。今天就走。对，跑完到哪？广州？上海。上海还有桂林。对。你累不累？有一点。哎，你跑了什么成绩？方便说？我只有3小时50多。3小时50多。是第二次马拉松。最好成绩是多少？就是神户第一次是347、348。感觉这次比神户难一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次起跑有一点没跑开。热身结束，今天跑一跑，顺腿。不知道跑多快啊。休息好像也是321。哦，330了。330ないです。今天往后站。哦，你们看，野口先生的芝加哥马拉松。来吧，415，走。小朋友。你看，刚刚跑完马拉松的大河原先生。挺好。看来比赛那天从这儿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到。我们第一个3公里的最后200米。
4分02。3分45で3キロです。哦。若い子はい。小6やで。小5。是说3分40秒的配速3公里吗？小朋友3分40秒的配速跑3公里，太厉害了。到，这第2圈天马上就亮上来了。没到，还有到了3分50。到再次。我们最后一个，准备吧。来吧，走。哦，冲刺喽！有点快。这么看是变强了，现在也不过就是半马的配速，但是在赛后，我现在肌肉酸痛很厉害。到。哎，你这么早？最后几百米。又得给家属打码了，我们来拍照。到，到，嘿，3分29。
打开先生抽测了，加油！哦，太快了，3分40。你们看我们的小朋友，来的家人，然后我们的队友们特别好，太好了！我们要拍照了，太棒了！小伙伴们，我们团队中的一位成员，大家不认识，也可能也没见过，意外的离开了我们。这个是我去年跑的那个70公里，就是水都大阪。他去年参加了100公里，今年本来还要参加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再捐款，就是达到多少钱就能把他的名字，还是把我们队的名字印到这件衣服上。一会儿我问一下大学员先生，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很难过的，很意外。大人の朝練チームキムタ。对，印在这个衣服上，对吧？哎呀，咱们一起慢跑回去啊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走。小伙伴们，我们结束了，今天来大阪城这儿拍点东西。今天就一个321，先热身了3公里，跑到大阪城之后321，跑的今天就是正常的节奏跑吧。第一个3公里整体算下来可能4分10，然后那个2公里整体算下来可能3分56，最后一个1公里3分29。幸亏我们这训练挪到了今天，要是昨天都跑不动，昨天的时候肌肉还特别疼，今天还在疼，就这一场真的是燃尽了。因为你们看我，比方说去年底的那个富士山马拉松，虽然当时完了我也说特别累，特别极限，但是毕竟不够快，2小时50多一点点，所以第2周紧接着的背靠背的台北跑的也挺好的。这次你让我这周末再跑个马拉松，我跑不了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场马拉松有没有很燃尽，就是看赛后，其实就赛后几天。赛后当天，其实大家感受都差不多。我就从礼拜2开始，因为周一比较累是很正常，我就礼拜2没恢复过来，我觉得不行，跑不动，腿特沉。然后昨天出来跑了7公里，就感觉大腿后侧的肌肉在疼。我觉得怎么这次这么严重？因为平常很多时候我跑完马拉松，基本上第2天甚至就最快一点，第2天就没事了。就如果不跑那种很极限的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赛后这一周恢复我的经验，因为马上这周末就是东京马拉松了，紧接着就是赛季了。这周末的会员节目是跟大家分享比赛前这1个月的饮食、吃喝、营养等等，还有一直分享到比赛日的早晨。今天跟大家说说恢复，就比赛之后这一周啊，我的经验是不能不动，但是呢不能大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得跑，然后呢得适当的有一次或者1次半的稍微用点力，就像我们今天这样。但是不能什么呢？不能跑长的。就比方我平常不是比赛的时候，我的常规距离可能是21公里。少一点的16公里，这周就不要了。这周基本上就是你每天的量是你以前的，就像赛前那一周一样，赛前那就差不多是你以前常规量的6成，就足够了。但是呢，不能都是那种特慢的跑，都是特慢的跑，你会发现你恢复不过来，就你会觉得肌肉的酸疼一直都在。一般就是什么节奏呢？你可以看我 Strava， 就是礼拜1慢跑，礼拜1最好就赛后的第2天最好不休息。慢跑个3公里、5公里、2公里、6公里都可以，就别超过10公里就足够。之后第2天周2休息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窍门，我觉得这样恢复的特别快。洪大嫂，我觉得这样恢复的特别快。因为你周1借着那惯性你动一动，你的肌肉会更好的恢复弹性。然后周2休息以后，周3你会觉得比较累。但是周3最好不再连续休息1天。周3的时候出来跑一跑，可能7公里、8公里、10公里都可以，不要太长。
之后你看今天周4了，对吧？周4、周5、周6这3天你随便找一天，你可以稍微的加一加速，但是呢不要跑那种超过2公里的那种特快的速度。像我们今天这种321呢，你看第一个3我跑的就比较慢，或者你就比方说冲个3到5个400米，或者2到3个1公里都可以，就不是那种全力以赴的冲，跑到差不多你的马拉松比赛的配速。这样的话你的肌肉差不多就恢复了。我感觉就是今天结束之后，明天我应该就大幅的恢复了，这是我的经验。然后4、5、6这3天呢，就找一天做这个训练。然后我现在的计划就是，因为我明天要去东京，周末在东京，周6早上有一个早餐跑，所以呢，明天就轻松跑完之后，明天可能下午傍晚就去东京。周6下午在东京看看，争取能够顺利的开直播。那这就是这一周的恢复。我的经验和我的体感是，我觉得，练和睡要大于吃和休。就是饮食固然重要这一周，但是饮食和纯休息这2个是并列重要的，在第一层。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周的动和睡。你要这一周能睡得好，然后同时呢，适当的去让肌肉有一些刺激，会有一些恢复的跑，会恢复的比较快。而全休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就是比方我就这一周什么都不干了，然后呢每天待着，每天躺着，或者每天坐办公室，然后吃也比平常吃的放纵，这样反而不好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这期跟大家闲聊2句，看看我们的早训练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